盘点 F1 历史上10大最年轻的分站冠军。安东内利一夺冠，熟悉的位置上又迎来了熟悉的人。第10名 Kimi 莱克宁。2003年 F1 马来西亚大奖赛，21岁的阿隆索成为了当时最年轻的杆位获得者。他和队友特鲁利轻油跑排位赛，换来了2台雷诺1-2发车的机会，但肯定会在正赛进站策略上占据劣势。发车后高烧38度5的头哥守住了领跑位置，第3的库特哈德尝试进攻菲斯切拉，舒马赫想抓住机会超车，结果在2号弯鱼雷了特鲁利， Kimi 趁机上到第4。第3圈 Kimi 超过海菲尔德来到第3，而排在第2的队友库特哈德因为电子系统故障退赛， Kimi 兵不血刃，3圈之内从第7来到第2。随着比赛的进行，头哥轻油跑排位赛的劣势逐渐体现了出来，他第14圈就不得不进站加油，而 Kimi 第19圈才进，成功 overcut 掉了阿隆索。第22圈巴里切罗也进站之后， Kimi 来到了领跑的位置，然后就一直领跑到了比赛结束。最终 Kimi 以23岁零157天的年龄拿下了他职业生涯的首胜，直接给罗恩丹尼斯干哭了。第9名皮亚斯特里。这可能是最难看的一次职业生涯首胜。2024年 F1 匈牙利站，红牛失势已经出现端倪，诺里斯和皮亚斯特里为迈凯伦包揽头牌。然而皮亚斯特里刚发车就超过了诺里斯，不过第48圈诺里斯又通过 undercut 把皮亚斯特里反超了回来。就在大家以为诺里斯会保持优势跑完剩下的22圈，以便在积分榜上多追维斯塔潘几分时，在车队木瓜规则的软磨硬泡之下，诺里斯把冠军的位置让给了皮亚斯特里。最终皮亚斯特里以23岁零106天的年龄拿下职业生涯首胜，你看领奖台上他们笑得多开心呢。第8名汉密尔顿。作为 F1 新秀，汉密尔顿在2008赛季开局的表现堪称炸裂，赛季前5场比赛汉密尔顿都登上了领奖台，积分榜上也和队友双冠王阿隆索持平。摩纳哥站汉密尔顿没停车队的坚持在比赛末段攻击阿隆索之后，头哥和迈凯伦以及小汉之间的关系已经产生了裂痕，心态嘛也是有点小崩。第6站加拿大，汉密尔顿拿下杆位，而第2出发的阿隆索在2号弯附近3次冲出赛道，还吃了个违规进入维修区的10秒罚时，只取得第7。而汉密尔顿在前面稳稳领跑，4次安全车都没能打乱他的节奏，他也是以22岁零154天的年龄拿下了首胜，并且成为了 F1 历史上第1位黑人分站冠军。第7名布鲁斯麦克拉伦。1959年美国赛百灵大奖赛，迈凯伦车队的创始人新秀布鲁斯麦克拉伦当时还在库珀车队。这一站是赛季收官战，麦克拉伦的队友杰克布拉汉姆领跑积分榜，他正在和斯特林莫斯以及法拉利车队的托尼布鲁克斯争冠。随着莫斯在第5圈就因为传动系统故障退赛，布鲁克斯也需要夺冠才有争冠的可能，领跑的布拉汉姆看起来再无夺得世界冠军的阻碍，而且他身后还是队友麦克拉伦。然而比赛还剩2个弯时，布拉汉姆的赛车没油了，跟在他后面的麦克拉伦夺冠。布拉汉姆推着赛车冲过了终点线，由于当时的赛车稳定性普遍有点差，跑到最后一圈时，场上只剩下了5台赛车，排第5的还被套了3圈，所以尽管最终落后麦克拉伦快5分钟，但布拉汉姆还是拿下了第4。麦克拉伦也以22岁零104天的年龄拿下首胜，这个记录他保持了44年，直到2003年才被阿隆索打破。1966年麦克拉伦成立迈凯伦车队，并且御驾亲征，直到1970年离世。可惜的是麦克拉伦没能拿到过一次世界冠军，不过迈凯伦车队在此后拿到了23个车队和车手总冠军。第6名特洛伊鲁特曼。严格意义上讲，鲁特曼其实是 IndyCar 车手。1950到1960年之间，为了强行证明自己是世界锦标赛而不是欧洲锦标赛， F1 把印第500列入了赛例。这站比赛实行 IndyCar 的规则，这也是全赛季唯一一条非欧洲分站。F1 车队嫌美国太远，物流跟不上，基本没人去参加，所以印第500就成了一场被算作 F1 分站的 IndyCar 比赛，参赛的也全是 IndyCar 车手。鲁特曼以22岁零80天的年龄拿下了这场比赛的胜利，这也是他在 F1 的唯一一胜。虽然不是最年轻的 F1 分站冠军，但时至今日，鲁特曼仍然是最年轻的印第500冠军。第5名阿隆索。2003年匈牙利站，普利司通阵营集体拉胯。在东欧夏天炎热的天气条件下，普利司通轮胎衰竭严重，
法拉利在整个周末抓地力严重不足，巴里切罗和舒马赫在排位赛仅仅拿下第5和第8，而阿隆索甘位起跑，领先 Kimi 16秒多夺冠，以22岁零26天的年龄成为了当时最年轻的分站冠军，打破了布鲁斯麦克拉伦尘封了44年的记录。而比赛中也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第44圈阿隆索套圈了当时的5冠王，还在领跑积分榜的舒马赫，为2005赛季的权力交接早早埋下了伏笔。第4名你知道我要说谁。2019年比利时站，法拉利作弊引擎开始发威，勒克莱尔领先维特尔 0.75 秒拿下杆位，法拉利包揽头牌。起步后，汉密尔顿在1号弯把维特尔挤出赛道，但法拉利力大专飞，维特尔马上就在开幕直道上反超了汉密尔顿。而为了防止梅奔先手 undercut， 维特尔在第15圈结束时就早早进站，迫使2台梅奔留在赛道上。在勒克莱尔也进过站了之后，维特尔在第27圈刚开始就把领跑位置让给了勒克莱尔。虽然维特尔最终被汉密尔顿和博塔斯超过，但在维特尔的保驾护航之下，汉密尔顿在最后一圈才进入了勒克莱尔的 DRS 范围之内，而吉奥维纳斯引发的黄旗也让汉密尔顿再无超车的机会。最终勒克莱尔以21岁零320天的年龄拿下职业生涯首胜，排在这个榜单的第4位。他也把这场胜利献给了在那个周末离世的安托万·于贝尔。第3名维特尔，这份榜单上其他人的首胜开的不说是火星车吧，起码也是围场前3的赛车，只有维特尔开的是一台小红牛，而且他没剪皮夹，纯粹是把小红牛开成了火星车。2008年 F1 意大利站排位赛，维特尔在大雨中领先科瓦莱尼 0.08 秒拿下杆位，以21岁零72天的年龄成为了当时最年轻的杆位获得者。这个记录直到今年的上海站才被安东内利打破。由于当时小红牛和大红牛的赛车都是纽维设计的，底盘一样，但小红牛的法拉利引擎显然是要比大红牛的雷诺强的，再加上小红牛在蒙扎这条高速赛道找到了一套适合雨天的调教，维特尔正赛几乎没受到什么威胁， pole to win， 以21岁零73天的年龄拿下首胜，同时这也是大小红牛车队的首胜。没错，红牛在 F1 的首胜是维特尔在小红牛拿的。那个赛季结束时，小红牛甚至比大红牛多拿了10分。第2名安东内利，虽然作为新秀在去年交了不少学费，积分还不到拉塞尔的一半，但在今年有了一台银河车的安东内利展现出了自己的潜力。上海站正赛杆位起步的安东内利在发车后虽然被汉密尔顿超过，但第2圈他就把领跑位置反超了回来，然后他就再也没遇到任何威胁。虽然比赛临近结束的时候失误锁死，但他还是以19岁零202天的年龄拿下首胜，排在这个积分榜的第2位。如果我是说如果今年他能拿到世界冠军，那么他将大幅刷新维特尔23岁零134天的最年轻世界冠军纪录。第1名维斯塔潘，维斯塔潘刚被提拔到大红牛的第1场比赛，梅奔就献上了他们的大礼。 Rosberg swooped to block, Hamilton kept his foot to the floor. The simmering team battle boiled over in the most dramatic way possible. Both Mercedes out on the first lap. 而在汉密尔顿和罗斯伯格退赛之后，红牛和法拉利也是在这条 undercut 成功率非常高的赛道上献上了一场精彩的策略博弈。领跑的里卡多率先进站，对标维特尔的3停，而维斯塔潘对标 Kimi 的2停。事实证明，2停策略才是最优解。围场最小的维斯塔潘顶住了围场最老的 Kimi 最后几圈的疯狂攻击，以18岁零228天的年龄，在被提拔到大红牛的第1场比赛就拿下了分站冠军，从此开启了汽车人生涯。被换掉的科维亚特也毫不示弱，他拿下了最快圈。而随着 F1 把获取超级驾照的年龄限制设置到了18岁，这个记录几乎不可能被打破了。First, I'm going to take your ride, then I'm going to take your girl. Get ready for that.